离开翠林楼，我就来到漳州平和县的芦溪镇，这里与南靖、永定两县接壤，也是旧时平和县通往闽西汀州府的官道必经之地，可以说地理位置非常优越，也因此造就了众多乡绅富豪。一栋栋大型的土楼也随着在芦溪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，所以土楼群变成了芦溪最重要的建筑符号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芦溪镇全境曾有大大小小近50座土楼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神武楼。但今天我要探访的不是神武楼，而是比神武楼规模更大的丰作雀宁楼。丰作雀宁楼坐落在芦溪镇芦峰村，旧时这里被称为风头板，是芦溪叶氏三房族裔的世居地。村头是一棵高达数十米、浓荫遮蔽了数栋楼房和大半个溪流水面的巨大榕树，这就是风头板的标志，也是芦溪叶氏三村之一的名村祖树。这边呢就是雀宁楼的正大门哦，在大门的前方呢是有2棵巨大的榕树，这里1棵，后面呢还有1棵。在这前方呢还有2条河流啊，在这里交汇。雀宁楼的正大门呢刚好是对着这条河流。坦白说，这个正大门呢，除了门框以外呢，其他地方啊都已经是破败不堪了。丰作雀宁楼，平和县的文物保护单位，在这一边呢都已经修成了砖墙了。顺着榕树下一条水泥村道，沿溪畔前行几百米，就到了丰作雀宁楼。一进入到大门呢，就看到这些残垣断壁。你看下面这条石阶呢，也是参差不齐。应该是后人从别的地方挪过来镶在这里的。这一边呢才是原来的石头啊，你看表面呢都已经被磨得非常的光滑了。大门的正上方也是经过了修改哦，上面呢是用了一些红砖。原来这上面呢应该是有一个存水的装置，就是万一遇到火攻的时候呢，上面呢是可以直接放水，水就会沿着这个缝隙流下来。这2边的券门呢都已经用砖头给堵上了。走过门厅通道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楼层空旷，四周的屋顶与残墙交替入目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在中间的这个公共场所竟然是有一条电线杆，把电线杆装在这个位置，确实是十分的不像话。这座宁雀楼它总共呢是有3环，你看里面的2环呢它是1层的，最外一环呢它是有3层，也有4层。你看这边这一座呢就是3层哦，到了这边呢就是4层。丰作雀宁楼又称寨仔，是一座3环的圆形土楼，楼体直径77米，门楣上方为阴刻楼名“丰作雀宁”4个大字，两侧门柱是一副对联：团圆宝寨台新户，宣获鸿门福祉林。楼内平面56个半开间，单元进深22.2米，为3进3落双天井结构。前2落单层，后落有3层或4层，最高处19米。这样的格局在土楼大家族里是少有的。楼内各单元互为独立，楼上没有通廊，只在单元内设自用楼梯上下各层。空旷的楼层直径达到29米。很难想象哦，这样一座大的土楼一半呢是住着人，但是呢另外一半却是破败不堪。这是一座单元式土楼，像这一间就是1个单元。这一面墙呢都已经有略微向这边倾斜了，屋顶上也是长满了植物。中间是一口直径3米的大水井，井口以3块石板覆盖，井留3个呈品字形排列的圆孔，可供3只吊桶同时汲水。据说楼内曾设有地下暗道，既有利于排水防涝，又可供楼内人员在门楼受困时暗中转移。过来这边看一下，就连墙面上都长了一棵这么大的草。其实我现在走着的这一条通道原来也是1个单元哦，但是呢现在已经塌下来了，后来呢被改成了这些柴房猪圈这边的泥土呢明显要比那边高，其实呢这些就是夯土倒下来的结果。后面这一扇围墙就可以看得出来哦，你看墙壁上的这些孔洞就是原来呢用来穿插横梁的孔。非常可惜这边呢就成为了一条通道了。这后面呢也有一整圈土楼是围绕着这座宁雀楼盖的土楼。其实这整个单元都已经成为了危房了。你看上面的围墙都已经有一些错位了。我看到这里面大概还住着10几20户人家这里面呢是养着鸡、
放着一些摩托车，还晾晒有衣服。非常可惜哦，这么大的一个公共场所啊，已经成为了养鸡场，就连门牌啊都倒挂着，一点都没有守卫了。这些房间呢，都已经成为了杂物房。我看到有大部分的房子啊，都是大门紧闭。这边是种着2棵桂花树，还有1棵桃花树。看一下这边的房子啊，上面呢那些横梁啊是黑黑的。那么其实呢，这里啊是发生过火灾啊。这一户是您家？哦，被烧掉了哦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火灾啊？7年多了。7年多了。哦，2015年。如此规模宏大的丰作雀宁楼，到底是由何人兴建于何年代呢？丰作雀宁楼即为卢溪叶氏3房军礼公之后裔，12世孙叶长文于清康熙年间所建。叶氏家族立足这片丰沃水土，人丁兴旺，子孙繁衍甚众。叶长文膝下共有8子。虽然人多力量大，但兴建偌大一座土楼，也耗费了数十年之功，所花费银两不可胜数。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叶长文年少时以卖糍粑为生，因在路上遇到落难的贼王而被吃光了糍粑。叶长文不以为怨，反而拿钱来资助贼王，最终受到贼王感恩回报而经商发财，积攒下建楼资本。诚然，岁月已经流逝了数百年，再动人的故事也成了真假难辨的传说，而当年新建的土楼则被子孙后代真实的传承至今。有据可查的是，丰作雀宁楼最初的楼联是风水会双朝，12世开疆帅作，阙家为一本，亿万年具足咸宁，上下联首末4字合起来正是楼名。风水会双朝当指门楼所望，正是卢溪之源，东西两溪经此汇流。12世开疆帅作则是卢溪叶氏12世孙叶长文。此联寓意颇佳，既载明了建楼的地理环境及建楼者辈序，也表达了对后世繁荣的殷切期望。只是不知何时由何人改成现今的楼联，和当年的楼联意思相差甚远。可叹的是，丰作雀宁楼固然地理风水很好，数百年来令叶家后世富贵双全，出现了5代千丁的兴旺景象，但也命运多舛，曾多次经历水火之灾。先是发生于1908年的一次特大洪水，将丰作雀宁楼冲毁大半，整座土楼几乎成了废墟。没过多久，经过修整重建的土楼又在1930年遭遇火灾，因青壮年皆外出劳作，楼内老幼妇孺无力灭火，致使火势蔓延，连烧3个昼夜，整座土楼面目全非，再难恢复往日面貌。这也是后世所见丰作雀宁楼外环3、4层高低错落，楼顶风格不一的缘由。而最近一次则是2015年12月13日，楼内一位智障人士因母丧守孝，焚烧纸钱，不慎引燃衣物家具，导致相连7个单元，共计28间房屋被焚毁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土楼的外墙啊，到底有多厚？这里第1层啊，大概就是2米厚，上到第2层呢，大概就是1.6米左右，第3层呢，大概是1.2米。当然呢，它是越到上面呢就越窄。到了这边呢，墙体就完全的倒下来了。那这一部分呢，已经成为了菜园了。据了解，丰作雀宁楼鼎盛之时，曾经生活着近600号人口。如今所见之丰作雀宁楼，原住居民大都已经搬离了。整座楼内更显满目疮痍，千疮百孔，观之令人感叹岁月之无情。对于游客来说，更多的是抱着一种猎奇心理到此一游，游过即走，雁过无痕。留给丰作雀宁楼的，依然是一种人走茶凉的落寞与茫然。